哈尔滨1944，河山上线，改变4人结局。宋卓武的结局让人意外。哈尔滨1944是由张黎执导，秦昊、杨幂领衔主演，张子贤、栾元辉、王鹤润、刘宇轩、林家川等人出演的高能暗斗谍战剧。宋卓文成功获得要塞的情报，但在返程的飞机上被日军专家揭穿身份。一场打斗惊心动魄，飞机最终坠毁，关雪的爆，机上人员无一幸免，宋卓文就在其中。对于宋卓文的噩耗，有2人最伤心，一个是宋卓武，发誓要为弟弟宋卓文报仇；一个是关雪。关雪对宋卓文的感情非常奇怪，说爱他吧，却派谢月去接近宋卓文，并命令谢月务必成为宋卓文的女友。说不爱他吧，以为宋卓文遇难，痛哭流涕，并对乘虚而入的胡斌喝道：哪怕宋卓文不在了，也轮不到你。关雪就像一个谜样的，感情也好，身份也好，始终让人捉摸不透。那么为什么说河山上线，改变4人结局，宋卓武结局令人意外呢？就在胡斌得意，潘越窃喜，一个以为情敌已去，一个以为将官复原职时，宋卓文出现在特务科，回来了。在飞机坠毁的刹那，宋卓文跳机成功，从而平安归来吧。但是一个新人物的被捕，使宋卓文遭遇了卧底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危机。这个新人物便是新上线的何山，我方的地下人员。在审问何山时，宋卓文给他打了止痛针，助他扛过严刑拷打。殊不料何山还是叛变了，当场指证宋卓文。胡斌、关雪从宋卓文的口袋中搜出了真迹。宋卓文如何才能自圆其说，打消2人对他的疑虑呢？在剧中有一个细节，关凯问关雪道：日军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关雪避而不答。关雪很可能是满清贵族的后裔吧？关雪为了拉拢宋卓文，应该和胡斌、宋卓文做了一笔交易，她嫁给胡斌，胡斌隐瞒下宋卓文的身份，而宋卓文为他所用，助他实现他和老金筹谋的大业。如此，河山上线则改变了胡斌的结局。非此，他永远也得不到关雪，因为筹码不够。第2个是宋卓文，终于看清了关雪的真面目，对他不再抱感情上的幻想。第3个是潘越，胡斌对宋卓文永远充满了敌意。宋卓文还在他眼前一天，他就像心上被插了刺一般，而这正是关雪瞧不上他的原因，心眼小，难堪重托，难成大事。胡斌表面答应关雪，实则把宋卓文的情况捅给了潘越吧。无职无权，还对关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潘越，会是什么结局呢？他据此暗中搞宋卓文，可是以他此时的处境，无异于以卵击石，回溯灭亡。古人说大丈夫一日不可无权，小丈夫一日不可无钱。无职无权，无兵无枪的前情报股长潘越竟然跟宋卓文斗，挑战关雪，结局必惨无疑。第4个是宋卓武，河山叛变，说出接头地点。特务科倾巢而出，宋卓武发现中计，鸣枪示警，深陷重重包围之中。宋卓武能不能冲出包围呢？以宋卓武的身手，他曾经4次狙击浅田大佐，浅田大佐闻风色变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足见这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超级高手，冲出包围可以说是毫无压力。但他有一个死穴，这个死穴就是关雪。关雪熟知宋卓武的习性、风格，最终宋卓武冲出了包围，却被关雪守株待兔吧。而这就是宋卓武结局的最意外之处。有一句话说，如果被对手摸透了习性，再高明的招数，对手也能先你一步。最著名的案例是战国时期的孙膑与庞涓。孙膑和庞涓本是师兄弟，孙膑了解庞涓的习性，而庞涓直到战败才知对手是孙膑。
宋卓武落入关雪手中，关雪会不会放他一马呢？对于关雪而言，想要实现他心中的大业，必须得广纳人才，因此他会跟宋卓武谈条件，而宋卓武一定是严词拒绝，绝不苟且偷生吧。当年是宋卓武救了关雪，结果却栽在关雪手上，着实让人意外吧。对此，也有观众说，既然关雪能替弟弟关凯遮掩，也就能替宋卓武遮掩，他应该会放了宋卓武。这话有没有道理呢？